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一起来探讨物流中心重要性这个主题。那我们将分为3个单元来跟各位做介绍。第一个呢，会跟各位来谈谈物流中心在整个物流系统的关键地位到底扮演怎么样的一个角色。第二个呢，会带领各位来探讨整个物流中心的发展过程里面，它产生了哪些效益。最后呢，也会跟各位一起来探讨物流中心设置与否对整个通路的影响到底有多激烈。首先呢，我们就物流中心在物流系统的关键地位呢，我们来做一个探讨。第一个，我们从物流网络的角度来分析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物流中心在整个物流系统里面呢，扮演了极为重要的关键角色。第二个，我们从物流的效率跟效益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现今的一个物流中心呢，也会因为物流中心的设立与否而出现效率跟效益的一个差异。第三呢，我们就整体的物流运作来看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良善的规划的物流中心呢，它会带动整个通路效益跟物流效益的提升。不良的物流中心的规划跟营运呢，也绝对会让整个物流作业的效率来递减啊，这是目前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实际。对于零售业来讲啊，配送效率的好与坏，就成为影响经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然后在这种环境趋势里面呢，除了专业的物流公司呢应运而起，对连锁总部自营物流中心的这个成立呢，也兴起了一波波的一个变革以及营运方面的各种尝试。那在为了满足消费者的一个需求的部分呢，零售业者除了延长营业时间，同时也采行了少量、多样、多频率的一个订货跟减少库存。在批发业来讲呢，也为了增加商品的一个种类，减短订货的一个送货的一个前置时间，来因应市场的一个变化。这些的因应策略呢，都将导致怎么样？配送成本不断的一个增加。接着呢，我们来探讨物流中心发展呢，对整个通路产生了哪些效益。其实呢，物流中心它是整个通路变革所产生出来的一个产物。它具体的效益呢，要包含了以下几项。第一个呢，它能够抑制商品的一个价值减少。为什么呢？因为当物流中心成立了以后，整个供货速度提升加快了以后，顾客可以收到更新鲜的产品，顾客不会收到即期品、即将过期的产品。那当然对整个抑制商品的价值减少，当然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贡献。第二个呢，在提高商品的回转率部分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当今天顾客的订单，你能够快速出货给顾客，快速能够早日使用这个商品，早日使用完以后，接着下一笔订单就进来，当然就造成商品的回转率会提升。第三个呢，在集中处理的部分呢，也是一样有产生巨大的效益。原因是因为专业的物流公司可以接受 A 厂商、B 厂商、C 厂商诸多数以百计的一个厂商的委托呢，让你整个物流的规模提升，那自然就产生规模经济，采用更自动化的设备来让效率提升。第四个呢，专业分工。有了物流中心以后呢，今天营运的厂商，你就可以提升你这个经营绩效。为什么呢？专注在你的商流的部分，电子商务的公司、电视购物的公司、各种厂商，你可以专注在你商业经营的部分，把不熟悉的物流委托给专业的物流公司。当然，整个专业分工的结果，效率自然就提升。第五个，降低成本。如前所述，当自动化设备引进了，集中了规模经济以后，当然整个作业效率提升的过程，当然你的物流成本就自然能够有效的降低。最后，前面所谈的这些规模经济、效率提升、送货速度的提高，都有助于造就了第6项的这个服务顾客绩效的一个提升。因为现今的顾客总是希望送货速度越快越好，拣货正确性提高，各方面的服务当然就跟着提升，创造最后就是属于通路的一个竞争力的一个提升。接下来啊，我们跟各位同学来探讨物流中心设置与否对整个通路的一个影响。我们看到画面上这边没有设置物流中心的情形下呢，左边假设有10家供应商，右边假设我们有10家的分店，你会发现的是整个配送网络是出现 M 乘 N 的一个状态，也就是10家供应商乘上10家的门市，你会出现有100条的配送路线。诸多的厂商，你要面对100家以上的供应商，100家以上的门市，你就会出现100乘100，可能上万条的配送路线。
反之，我们来看看有设置物流中心的时候呢，整个配送路线就相对的简洁。我们看到左边假设一样有10家供应商，右边一样有10家门市。这有物流中心的设计之下呢，就出现 M+N 的一个状态，也就是10家统一送到物流中心，再出去送给门市的时候也是10条路线，总共只有20条，刚刚是100条啊，这个影响相当剧烈。各位再看看，如果我们把数量放大到100家供应商，面对100家门市的时候，本来没有设置物流中心的时候是100乘100是10000条配送路线，现在有物流中心的时候，100加100只有200条配送路线，所以各位应该可以清楚的体会到有没有设计物流中心的一个效益的差异。当我们传统的物流运作没有设置物流中心的时候，你会出现每个供应商自己在配送，干货的厂商、食品的厂商、饮料的厂商，各种厂商自己来配送，就出现多量少样，配送时间周期长，它可能没办法每天配送，可能每1周只配送1次或2次。同时呢，它也不具备经济规模，因为饮料厂商自己的规模不大，食品厂商自己规模不大，所以呢，没有经济规模情况下，你就没办法引用很自动化的一个设备来提升你的效率。接着呢，我们看在供应商进行送货的时候呢，当你送货很频繁，门市的人员就要花大幅的时间来做收货，就影响到他对顾客的一个服务，所以整个物流网络就很杂乱跟复杂。反之，我们来看看现今有物流中心的运作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可以集合规模经济以后，少量多样多频率一日多配的一个来运送。那有规模经济以后呢，降低了物流成本，引进自动化设备，同时又可以集中处理，让门市呢一天只要收1次货、2次货，不会因为收货来影响顾客服务。整个物流配送的动线呢，也会相对的单纯化。以上是我们针对物流中心重要性的一个介绍，让各位对物流中心的重要性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认识。